大周期定方向，小周期找入场。大家好，我是小强。我相信有关注这个全球局势的朋友们呢，大家都应该知道这2天发生了一些事情，那就是美国的特朗普总统干了一个特离谱的事情，就是对伊朗展开攻击。这个攻击呢，造成了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伊朗总统哈梅内伊遇刺身亡。正所谓炮声一响，黄金万两。是不是意味着这一次的这个战争局势会造成这个黄金的一直不断的攀升它会进入一个非常多头的局势？我认为在短期内它会有飙升的可能，但是长期来说的话，必须要看一下市场对于这一场战争它到底会造成怎么样的长期影响，所以我们才知道会不会一直在往上飙。当然，我们回归这个技术面来说的话呢，这个黄金它依然还是在交易区间里面，而且它最近运行着的还在这个宽通道里面运行这个是黄金的日 K 线。这个星期呢，我有入场做一个单子，大概在这个位置入场，看一下1小时 K 线。OK， 我在这里我就大概是一个510的位置，然后当初我的初始止损还是一样，像我之前讲的，就是在这个5483附近，然后当它突破成功之后，我其实已经有把这个初始止损拉到比较高了，大概在这里090，在这个位置。那么我们再看一看这个黄金的月 K 线，它现在是处于什么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黄金的这个月 K 线啊，它其实还是在一个上升的趋势。这个2月的你看 K 线，它虽然是一个内包 K， 但是它还是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你看它已经超过20个 K 线都是处于上升趋势。那么我再看一下这个周 K 线。周 K 线依然一样还是一样在这个多头的趋势我们现在看这个日 K 线，看可以看到什么吗？日 K 线它依然是在这个区间，然后它在宽通道上升宽通道这里还在运行着。给我讲回我的单子。我当时候的想法是说，它是在这个1/3的下方，所以我就选择入场入场点大概在这里。我的第一个目标位呢，我就打算拿到这个5200这边附近，我再看一下它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开始的初始止损呢，我是设立在这里在一个4830的位置，然后我看到在这里它已经突破了之后，我就已经移到这里附近了509，我会移到这里，然后再继续拿看到底会不会去到这个1/3的上方。如果这里去到的话呢，那么我也会止盈离场。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呢？因为有2个点，第一个点它就是通道上方这个宽通道要突破的8仙率只有28%，然后第二个它也在这一个交易区间的上方，所以会有很多空头，它会在这里入场，很多空头它会选择在这里入场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这里大概在这个区间的1/3。交易区间的1/3上方，还有就是宽通道的1/3上方，所以会有不利于多头的2个点，我会选择止盈离场。这个中东局势到底会不会利于这个黄金？明天我们开盘的时候，我们再看看它到底会是怎样的一个走势了，因为我们用的方法是这个价格行为，所以一切以价格的行为去做然后要跟着趋势去做。
你问我它到底基本面会不会影响？有可能会影响，但是我们用的技术分析法是这个价格行为，所以我们要用价格行为去交易。这个基本面不是说它不行，而是如果你是用基本面去交易的人呢，那你就用基本面去交易。现在我们用的是价格行为，那我就用价格行为去交易。所以交易不可以太过主观和绝对哦，没有所谓的对跟错。所以下个星期我总结呢，还是一样，在这里我就开始止盈。有单子的话呢，就选择在这里止盈，因为太靠近这个交易区间的上方，然后也很靠近这个矿通道1/3上方，所以我会选择止盈。那么再看看有没有机会再入场，可能它又再回落在这里附近啊，或者是你也可以选择去在这里做空，然后拿比较大的一个止损位置。这一期视频就到此为止了，拜拜。